这个女人在1米高的积雪中看到了一个黑黢黢的雪洞，里面还有阵阵哀切的求救声。女人心一横，拿着荧光棒爬出去，不料这雪洞竟然延伸出数百米，雪壁上还有豪猪的毛，漆黑的深洞让人汗毛倒竖。就在这时，她手里的荧光棒闪烁不止。一个长着人脸的豪猪怪猛地窜过来，女人飞快地朝后倒退，谁知身后的门竟然封住了。她能否活着离开雪洞？人脸豪猪怪又是何方神圣？这就是本期要讲的最新恐怖片《祝你好运夜莺》。平安夜当晚下起了大暴雪，护士胖妈家里冷冷清清，因为她女儿玛丽生了一场怪病，胖妈不得不辞掉工作在家看护。现在的玛丽看起来十分正常，她量好体温回到屋里，并在胖妈的监视下吃药。紧接着，玛丽穿上拳击手的护具，胖妈小心地锁好卧室门，默默等待女儿的病情发作。如你所见，玛丽一发作就像是被恶魔附身一般。胖妈利用自己的药理知识帮女儿制作精神药物，苦苦支撑着这个小家。玛丽每一次病发都让她心如刀绞。外面的暴风雪越来越大，玛丽还得泡在冰水中降温，因为她体温一升高就会出问题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怪响，有人用石头打碎了1楼的窗户。胖妈拿起自制的狼牙棒躲在门口，只见2个蒙着脸的人走进客厅，胖妈一狼牙棒敲上去，蒙面人抓起平底锅护身，他正要招呼同伴逃跑，不料胖妈绕到另一侧，照着背包蒙面人砸了一棍子，铁钉狠狠嵌入对方的大腿。同伴赶紧举着平底锅投降，并解释他们只是路过，外面大雪封山，两人实在没地方去才闯进来。胖妈闻言稍微的放下心来，她招呼平底锅女孩阿美帮忙，两人一起把受伤的麦克扶到沙发上，现在必须把钉子拔出来。阿美往麦克嘴里塞了块布条，胖妈趁机拔出狼牙棒，再用毛巾捂住麦克的伤口。刚才阿美留意到2楼开着灯，就问胖妈家里还有谁，后者解释自己女儿重病，必须在楼上静养。话音刚落，2楼传来野兽般的嚎叫，胖妈闻声立刻带着针管上楼。玛丽此刻正蜷缩在毯子里，还没等胖妈靠近，她就突然在地上乱窜，紧接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胖妈小心翼翼地掀开毯子，往女儿嘴里插了一根温度计，好在她的体温没什么大问题。胖妈松了口气，打算撤退，谁知身后传来温度计飙升的声音，玛丽用毯子扑倒了老妈，母女俩在毯子底下搏斗，胖妈按住女儿，大力往地上砸，直到对方不再挣扎为止。深夜，玛丽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胖妈把2个客人安排到客房，她正准备到2楼休息，却被女儿喊住。原来玛丽听到1楼有人，想下去打个招呼，不料胖妈一口回绝，她不想让女儿跟外人见面。玛丽虽然不服气，但没能力抵抗胖妈的命令，而且母亲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，因为玛丽的病情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秘密。累了一晚的胖妈很快入睡，阿美在客房收拾行李，她包里装着十字架跟圣经，背上有大片基督受难的纹身，看来阿美是一个虔诚的信徒。麦克睡不着，在屋里乱逛，他看到玛丽的卧室开着门，一时间好奇心泛滥，就偷偷走过去观察。玛丽这会儿不在屋里，一旁的卫生间传来马桶的冲水声，麦克急忙躲进衣橱里，他酝酿着该怎么跟玛丽解释，要是被误会成小偷就麻烦了。玛丽听到麦克的自言自语，察觉有人躲在衣橱内，她不仅没有感到害怕，还凑过去跟麦克打招呼。自从患上了怪病以后，玛丽只能跟妈妈打交道，现在很想跟同龄人聊一聊。麦克见玛丽非常正常，就好奇她到底得了什么病，后者将来龙去脉告诉了麦克。几十年前，胖妈带玛丽去动物园，结果跟里面的员工吵了起来，玛丽看不下去，独自跑远。可动物园里到处都是人，她很快迷失了方向。玛丽歪打误撞走进了某个房间，没有看到上面的仅限员工提醒。可怜的玛丽被豪猪攻击，从那以后就染上怪病，足足在医院待了7年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康复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的阿美喊麦克吃饭，后者只好告别玛丽下去。养足精神的胖妈也加入餐桌，玛丽不顾妈妈的反对，擅自下楼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阿美跟麦克姐弟先做餐前祷告，胖妈母女无视他们，直接开动。经过这么多年的痛苦折磨，
后，胖妈才不相信上帝的存在。随后姐弟两人边吃边聊，尽可能的活跃气氛。可玛丽突然喘不上气儿，接着倒在地上不停的抽搐。众人正想确定玛丽的状态，结果房子猛地断电。胖妈跟麦克去找备用发电机，阿美留下来照看玛丽。哪曾想她一晃神的功夫，玛丽就消失不见了。阿美心里有些发毛，她拍了拍故障的手电筒，照向眼前的壁炉，谁知看到了豪猪的尖刺。阿美吓得转身就跑，结果一脚滑摔倒在地，手电筒滚到了门口。紧闭的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敞开了一条小缝。阿美拉开门一看，外面的雪堆了1米多高，有什么东西在雪堆里打了个洞。她拿起门后的荧光棒，小心翼翼地看向雪洞，里面传来玛丽的求救声。阿美心一横，举着荧光棒爬进去。狭窄的雪洞出乎意料的长，弯弯绕绕的，几乎看不到尽头。她爬了好一会儿都没看到玛丽。就在这时，阿美看到洞顶嵌着一根豪猪毛，手中的荧光棒突然闪个不停，一个长着人脸的豪猪怪蛰伏在暗处。阿美大叫一声，急忙往后退，眼看豪猪怪物就要追过来，她拼命踹向堵在身后的门板。危急时刻，麦克赶到，他抓住阿美的腿，将对方拖回房间。随后玛丽也爬出雪洞。阿美不信邪的往洞口一看，里面并没有什么豪猪怪，但她确信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觉，这对母女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也许胖妈给他们的食物里下了药，麦克却认为阿美想多了，他们俩吃的东西一样，怎么可能只有阿美出现幻觉？大概是因为今晚意外不断，才让阿美一时眼花。就在两人争执不休时，胖妈扶着女儿上床休息，玛丽显得十分疲惫，老老实实的盖上被子睡觉。而麦克因为腿伤难以入睡，他跑到仓库撬开胖妈的箱子，想找点止痛药服用。箱子里全是胖妈年轻时的照片。麦克翻找间不小心碰到拍立得，拍下了一张自己的照片。画面中他身后竟然有一个怪物，麦克急忙转身确认，可背后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赶紧放下箱子离开仓库。不料那个长满豪猪刺的怪物再次现身，麦克紧张地盯着对方，豪猪怪居然开口跟他搭话。麦克找了个借口就想跑，谁知一转头的功夫，豪猪怪物消失了。此刻的阿美也睡不着觉，她悄悄顺走2楼卧室的钥匙，然后进入了玛丽的房间。阿美想知道她在雪洞中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，玛丽也没有多做隐瞒，她坦诚如果自己的体温升高，就会变成可怕的怪物。为了向阿美证明，玛丽拉过一旁的取暖器打开，她的体温慢慢攀升，身体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，锋利的爪子撑破玛丽的皮肤，她背上冒出豪猪的尖刺。原来雪坑中的怪物就是玛丽所变。阿美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二话不说就跑回客房。当她冷静下来后，没有选择逃跑。上帝既然指引自己来到这里，他就有义务驱赶恶魔。麦克见阿美心意已决，只能留下来帮忙。他故意跟胖妈搭话，吸引对方的注意，然后阿美出来敲晕胖妈，再把她捆到椅子上。两人为什么要打晕胖妈呢？因为他们在仓库翻到一本实验笔记，发现胖妈一直在研究玛丽，还定期给对方注射过量的美沙酮。胖妈解释，她是为了女儿好，玛丽如果不吃药就会被怪物附身。阿美不相信她的话，还认为是胖妈下药才害得玛丽人不人鬼不鬼。阿美说完就拿着十字架上楼，准备把玛丽身上的恶魔逼出来。紧接着楼上传来尖叫声，胖妈摸向背后的匕首，悄悄割开手上的绳子。她正准备上楼救女儿，结果麦克被人推下楼，整个左肩被豪猪毛洞穿。胖妈冲上前赶走豪猪怪，她翻出包里的电击枪，火速到2楼去找女儿。只见阿美压在玛丽身上，想用所谓的驱魔法治好对方。胖妈扑过去跟阿美缠斗，不料后者捡起掉落的电枪，直接把胖妈电倒。阿美拿着十字架下楼，这一下她也顾不得上帝了。阿美马上撬开窗子逃跑，不过外面天寒地冻，她肯定活不过今晚。另一边，麦克发现豪猪怪现身，他拖着伤腿躲进车库。麦克缩在狭窄的车座上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豪猪怪的追击。麦克喘着粗气跑回房子，这才发现阿美已经跑了。他无力地瘫倒在地，握着胖妈的手以示安慰，感谢对方刚才出手相救。突然豪猪怪从天而降，打断了两人的温馨氛围。倒霉的麦克被开肠破肚，胖妈上楼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不料一股神秘力量拽住他，将胖妈拉到了手提箱前方。里面的照片熊熊燃烧，将他年轻时的回忆付之一炬。其中一张拍立得上是胖妈穿着病号服
的样子。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刺激，提起箱子扔出窗外，然后拿着狼牙棒去找豪猪怪报仇。没想到满屋子全是小怪物，最大的那只就站在正前方。胖妈慢慢走到他身前，然后放下了手中的棍子。他轻轻哼唱女儿最爱的歌曲，然后趁怪物不注意扑过去。胖妈用小刀抛开怪物的皮肤，将女儿拖出豪猪怪的身体。混乱的夜晚总算结束。第二天，母女俩坐在一起吃饭，玛丽的病已经彻底痊愈。胖妈端着咖啡杯出门，结果在花丛中捡到了一张未烧毁的照片，上面居然是她跟麦克的合照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段痛苦的回忆瞬间涌入胖妈的脑海。原来昨晚的一切都是幻觉。胖妈早在1998年就跟麦克相恋，她年轻时滥用药物导致精神出现问题，还害死了年轻的麦克。昨晚进屋避难的阿美姐弟其实都是胖妈的想象，只有女儿玛丽是真实存在的。但胖妈昨晚精神病发作，误将玛丽当成所谓的豪猪怪，亲手逼死了女儿。真正的怪物其实是胖妈本人。影片到此结束，女儿变豪猪怪的设定漏洞百出，还没等导演讲明白这件事儿，后面又突然反转，变成胖妈的一场幻觉。现在幻觉梦境已经变成恐怖悬疑电影的免死金牌，只要逻辑不通，没法把剧情圆回来，就搬出幻觉设定做反转。如果本片能认真收个尾，还算是一部合格的低成本 B 级片，可惜结局又落入了俗套。